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油皮姐妹们最讨厌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就是毛孔问题。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最管用的成分有哪些？那顺便呢，推荐一些我自己用着还不错的一些产品。我们被商家洗脑之后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容易在这种鱼龙混杂的这种市场中掌握到一些成分的原理和真谛。稍微的冷静下来一点之后呢，用网络去学习一下相关知识，不能说把你天生的这种毛孔缩小，就包括我自己，但是视觉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拿捏住，时不时的可以控制一下，不要让它太招摇了。首先黑头和毛孔，这个最主要是咱们基因问题。那这个基因问题啊，对于我自己来认识的话，一方面有可能是我们皮肤结构上的有一些基因问题，那从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并不是皮肤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我们身体内部的基因。造成了我们对食物也好啊，对环境也好啊，对空气也好啊，做出来的一些跟正常人不一样的这样的反应。所以说这个毛孔粗大这个问题啊，是很难通过什么外来的手段去改变的。但是这个视频之所以发出来，就想跟大家讲是有方法。首先你要做到的是，咱先不管它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产生的，它基因也好啊，它是因为我们饮食作息啊，我们的肠胃有问题也好，咱都不管它，身体问题都不管它。咱们今天只讲的就是说，从外面我们有什么手段，就是硬要让它看上去平滑一点，来帮它助攻。第一件事情就是剥落角质。就是剥落角质。那剥落角质呢，我把它分为两块，第一块就是疏通毛孔的剥落角质。那这个疏通毛孔，其实你说它是真的能进去，然后把你毛孔里面的脏东西挖出来吗？不是，只是说这个疏通毛孔呢，它这个剥落角质的力度稍微深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所有油溶性的可以剥落角质的，就是这些成分。其实可以剥落角质的成分特别的多，但是能真正的就是有效果的油溶性的可以剥落角质的，一个是A 醇 A 酸，这个讲太多了哈，今天我们不把它当成重点。再一个就是水杨酸。但凡你有满脸冒油、长痘、毛孔粗大这种问题，就是你的出油量很大。有一些朋友他是以前年轻的时候长痘爱冒油，后来慢慢经过自己的作息调整，经过自己成长之后发现这个油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这一类人群其实就不太需要水杨酸了。水杨酸最主要的功能，它是剥落的同时呢，它有 dry out 你的油脂分泌的这样子的作用。所以但凡你的油现在很难控制你就可以使用一下水杨酸这刚才说了 A 醇 A 酸这样的成分。那冒油这件事它不是外面的问题，它其实还是我们身体的问题。接下来咱们可以在之后的视频一起深入的探究一下，怎么从内部来控制我们这个出油量。现在市面上水杨酸的产品有太多了，我现在能推荐的只是一个成分大家根据这个成分可以去找适应的产品。那这些成分往往是在这个号称有这种祛痘有清洁毛孔功效的这种产品里面，主要成分都是这个水杨酸。那所以说大家并不需要一定要去买什么贵妇品牌一定要去买高昂的这样的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贵妇品牌里面的出现率并不高，或者是含量很低，就是因为真正如果你把这个线扩大之后，受众人群需要有这种品质感的这种人群，就是说所谓的这种贵妇人群的话，其实剥落角质的成分有，但是相对来讲并不多，它是一个让你长期缓慢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所以说呢，其实开价就可以买到很好的含有这些成分的这种单品。那首先我推荐的是这个 CeraVe 的，咱们从简单的开始讲CeraVe 的这个水杨酸的洁面，它是能感觉到可以吸附你脸上的油脂，而且水杨酸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油溶性的，就是它是很轻易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毛孔和我们的细胞间质当中去的。用洁面即使你在皮肤上的停留时间可能也就是10几20秒钟，皮肤也是可以 get 到这个水杨酸的成分。这个产品呢，我就推荐给你这个冒油比较严重这些姐妹们去尝试使用，对你的毛孔清洁都能起到帮
帮助。同时呢，就比如说有一些 teenager， 然后开始生长发育之后呢，就开始长痘了啊，那个毛孔就开始变得稍微有点粗糙了哈，就是孩子长大了嘛，激素的 balance 正在慢慢的学走路哈，找到这个平衡点的时候呢，那个这个激素就是不太平衡，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粉刺长痘哈，就可以给孩子去尝试一下，用一下这个去洁面，就是在还没有严重到去医院就医的情况下的这种粉刺都是可以用它来解决的。这个是在我的视频中也推荐过的，其实这个特别便宜，几块钱6、7刀吧，就加币在加拿大就可以很轻松的买到。它还有0.5%的水杨酸，同时呢它还有 B3， 也就是烟酰胺的成分，所以它在剥落的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除痘印。那这个剥落呢，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清洁毛孔的。所以说水杨酸所有的除了这种东西哈，除了这个洁面，我都建议去擦拭，不要湿敷，姐妹们，因为水杨酸刚才说它是油溶性的，它很容易被皮肤就抓住的，进入皮肤里面起到它的功效，所以你并不需要去湿敷它。那我做博主我就推荐这个又便宜，除了它有一些酒精的成分，但是如果你长痘痘的话，其实酒精并不是一个坏的成分。如果大家不介意这个酒精的话，就可以去尝试这个，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姐妹们啊，看到我推荐这个之后去使用，真的比他们之前用过很多产品对这个祛痘啊和清洁毛孔都要管用。非常有名的水杨酸的产品，我也是一遍一遍的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这个宝拉甄选的这样水杨酸的一个净肤的一个水啊，那这个也是啊，不要湿敷，它有一点点的这种油脂成分，把它摇匀之后呢，用棉片擦拭，洗完脸擦拭，然后后续加一些护肤成分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倩碧的3号水里面也是含有水杨酸的成分的。刚才所说了啊，前提用水杨酸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定的油脂，你要控油，就是你不仅仅毛孔粗大、黑头、粉刺明显，你要有一定的油，它能很好的帮你起到一个控油，然后净化毛孔，然后让你的皮肤有一些干燥感的这样子的成分。所以如果大家没有用过这个也是擦拭啊，都不要湿敷，长期去使用这个，你能感觉到皮肤的油没有那么多了，然后你的毛孔会净化很多。刚才以上这些全部都是含有水杨酸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产品，大家不用全部买，选一个，不行了再试，这些东西都没有多少钱啊。像这个你看我买了这么大一瓶，但是像这个3号水，我平时用2号水，里面只有一些金缕梅，那3号水里面呢就是更厉害一些，它就有水杨酸。那对于我来讲的话，3号水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干，就用几天之后你皮肤能明显的感觉到有点干或者有蜕皮的这种现象。因为我自己的皮肤就有这种就是蜕皮比别人就是慢一点，所以在我的皮肤上，如果你有任何的这种蜕皮的这种情况，我就会立马的停下来。但是呢，在你去使用的过程中，确实能感觉到可以 dry out 你脸上的这层油。除了水杨酸之外，就是说你的油分并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大的痘痘哈，你只是想要一个净化毛孔日常就可以用的成分呢，就是甘醇酸或者是果酸。果酸里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杏仁酸啊，比如说乳酸，都属于果酸。那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最有效的就是甘醇酸。甘醇酸的这个分子比较小，就是它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对于我这种心急的人来讲的话，我宁愿去选用快准狠的这种成分。再一个是我觉得我用乳酸哈，因为我是油性肌，我觉得乳酸是有点闷，它分子结构比较大，它会附着在你的脸上，然后会有一点点闷闷的感觉。我不是不用乳酸，就比如说 The Ordinary 那个乳酸精华，它是10%的乳酸加上 HA， 也就是玻尿酸这样的这个精华。我是用它呢，是比如说我想用面膜啊或者怎么样，把它当成一个打底精华稍微的一个 drop 就行了，然后涂在脸上再去贴面膜，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起到代谢角质的这样作用。其实贴面膜本身就有代谢角质的这样的功能，那我有时候那个面膜里面就纯粹的这种 HA， 就是玻尿酸面膜，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的什么 VC 啊什么波洛角这种成分，就是保湿面膜打底用它，然后就把它洗掉了，然后后续再护肤。那这个是个乳酸，它起到的果酸这个东西起到的就是说，你只要用它都可以从你的表面就是有一个撕皮的效果，就帮你把外面这一层角质给你代谢下来，只要用
它都是有效果。但是果酸这个东西啊，就属于你需要时不时的去用，去刺激它，但是最好不要连续型的就是常年去使用。那常年使用之后呢，我们的皮肤，就我们的人类，他就以为你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你说人体真的是太奇妙了。他觉得你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然后他会把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就是整个的一个 balance 再调节到你的一个正常的水平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你长期的使用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效果了，因为你皮肤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它在这个环境下已经适应了，已经生存下来了，就会变成一个你本身该有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人就是很有意思。那所有的果酸产品我都建议大家可以去刺激一下自己，就时不时，比如说1个月集中的用1个星期我自己现在是这样，1个月集中用1个星期，然后就停下来，剩下3个星期就是正常的护肤，一点这果酸都不碰，或者是1个星期用个1次2次，大家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频率，这样是最好的。不要觉得它有效，你别用1个星期，哇塞，我的皮肤换新了，真的是白白嫩嫩的，然后毛孔也看不见了，然后接下来你就再去一直用，那之后慢慢就会又回到一个常态那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有的人很短，他就会看不到这个效果了。有些人可能再过得长一点时间，但是总而言之，你的人体会去适应你给它创造的这个环境，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我建议大家是时不时的拿出来刺激一下。甘醇酸的产品，这个是 Pixi 的，它是5%的一个甘醇酸的 toner， 也是可以擦脸的，然后它是有一定的保湿功效，我认为这个还蛮好用的如果大家想找一个就是10%以下甘醇酸的水，不是特别的刺激，然后又有一些油润感，就保湿力度的话，那这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 Pixi The Ordinary 这个甘醇酸水就不用说了它是7%的一个甘醇酸 toner， 虽然是7%，这个有5%，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相对来讲会明显一些，而且它们2个都不是很刺激，就是如果你刚开始入手，或者是只想时不时1个星期用个1、2次擦个脸的话，我觉得这2瓶大家都是可以去选择的，而且价钱都不贵都是非常便宜的这种开价品牌的这个 Glow Serum， 它是一个 overnight 的一个精华，它也是主要成分也是甘醇酸。那我这一盒还没有打开，我之前买过囤的以前用过。它这个呢就是属于带一点保湿功效的一样精华。这些所有的东西，不管你是用水还是用精华之前推荐的这个Alpha Skin Care 的这种乳液这个12%的 Alpha Skin Care 的一个加强型的这种乳液不管你用什么，这些产品都里面的主要成分都是甘醇酸，你选1种就行了，姐妹们，不要累积，知道吧？不要用完这个水再用精华，然后再用这个面霜，选1种就行了。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你只想就净化一下自己的毛孔，或者是强效净化，你选这种稍微厚实一点的东西，因为甘醇酸它不像水杨酸，它是水溶性的，所以它是需要附着在皮肤上一段时间，皮肤才能有效果的。所以如果就是你自己看自己的状况，你想剥落的度比较大，比较明显的话，你就可以选择精华或者面霜，就是可以附着在皮肤上的成分的含量稍微多一点，就不像水嘛，水毕竟是要擦拭的嘛。如果你只是想1个星期就是让皮肤 keep 住这个效果，保持一个亮白度的话，你就用水擦拭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去累加，因为它们都是一样的成分，功能效果都是一样的，根本没有必要去叠加使用。用完酸之后的皮肤一定要做好保湿，所以我不建议把这所有的什么从洁面到这个后面的面霜全部都含有同一种成分，一点作用都没有，选1种就可以了。New Strata 的这个叫什么新丝萃，国内翻译叫新丝萃，10%的一个甘醇酸的cream， 就是它是可以擦身体的。如果你的身体长痘痘或者是皮肤粗糙干燥现在进入秋天了，想去做一个焕肤的话，都可以选择这款 Alpha Skin Care， 它也有这个身体乳，也是不错，它是12%的一样的甘醇酸的一个身体乳，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或者这个的身体乳都是可以的。那同时它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擦脸的，它擦脸对细致毛孔也一样的是有功效的，因为刚才说了嘛，这里面都有这个成分。那且
起效果的是这个成分，并不是这个产品哈。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选一样就可以了。这款是新丝萃的，是含有一个8%的一个果酸，这个面霜保湿能力就更强一些，就比较适合秋冬季节，既能帮你晚上做到保湿，然后又可以在你睡觉的过程中帮你代谢掉角质，然后起到焕肤啊和缩小毛孔的这样的功效。其实很多 A 醇产品同样是可以帮助我们剥落角质的，这个叫做ROC Night Cream， 就是它的一个这个晚霜。那我平时是用在眼周，把它当成一个 A 醇眼霜在用的但是它的配方来讲，它是有一点狠的 A 醇，但是它的 A 醇含量其实并不高，它里面会含有一丢丢的 VC， 然后会有一丢丢的甘醇酸，所以再有一丢丢的 A 醇，所以它整个是加大了 A 醇往皮肤里面钻的那个渗透率。那 A 醇本身就光说这个成分自己的话，它也有这种帮助我们剥落角质的这样子的功效，所以这一款晚霜你晚上用下来，你用几天也是会有很明显的去净化你毛孔的这样露得清的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我看网上有很少人去提起它，尤其咱们中国的人哈，我相信如果大家用过这个之后，应该很多人会对这个产品在视频中啊，在各种平台中做一个反馈。这个产品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产品，这个产品特别的好用，它里面是有酒精，对。因为它主要是针对这种痘肌、油痘肌嘛，多少都会有一些酒精成分在里面。那它里面有酒精，有甘醇酸，还有金缕梅，有乳酸，还有水杨酸，所以它算是一个多酸跟多清洁，就是几乎所有针对毛孔的成分，它里面都有。所以这是一个严重被几块钱，可能10几刀。还几刀，反正是特别便宜，开价就能买到。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哈。这个叫做 Pore Refining Toner， 毛孔黑头的问题，你连续用1周，你能肉眼可见你的皮肤会变得细滑，你的毛孔会变得细致。那刚才我所说的这种净化毛孔，为什么不叫缩小毛孔呢？其实，在你毛孔大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怕是毛孔，你可以仔细观察你的毛孔，你的毛孔周围就有一个洞。它旁边如果是肿胀起来的，就说明你的皮肤皮底是有炎症的。那比如说，如果你正在使用 A 醇、A 酸，在不耐受阶段，或者是在你的皮肤受到太阳光有这种刺激的阶段，或者是你做完医美之后啊，在一个就是 recover 一个恢复的阶段，你都可以从你的毛孔周围看到你的皮肤是一个肿胀的状态，因为你的皮肤底层在有一个发炎肿胀，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机能保护皮肤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情况下哈，咱们就尽量的不要去使用刚才我所说的任何角质剥落性的这种东西。但如果你没有进行上述的这些动作哈，你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出油量比较大，你可以选择水杨酸。那你说我想保湿力度强一点，我可以选择一个果酸、甘醇酸、乳酸都是可以。那还有就是说这个东西哈，它并不能说真正的把我们粗大的毛孔缩小。我觉得不是说不可以，而是说很难。在理论上来讲的话，它应该是有作用，能帮我们不断的去剥落角质。如果我们里面生长的很健康的话，我们的毛孔就应该是朝着往缩小的方向去发展的。但是它肯定不会说大毛孔变成一个细滑嫩白不如凝脂，一点毛孔看不见的这种人肯定不会。但是它是有这样子的功效在里面的。同时呢，它是帮助我们把外面这种松弛，越到外毛孔那外面那边边就是松弛的那一块呢，能尽快的剥落下去。然后长上来呢都是比较有弹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新兴的比较嫩的这种细胞，那这样从视觉上也是可以淡化掉我们的毛孔的。还有就是说，那这些成分因为它多少对皮肤剥落哈，它有一定的这种抗氧化的功效，那这样子呢，它其实能帮助我们起到一定的从外到里的一个净化的过程。我们肉眼看上去呢，就可以让我们的毛孔更清透、更干净一些，就减少这个黑头产生的几率。所以这些是真正可以有效的抑制黑头、净化毛孔的真正有效的成分，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以上这些东西你一定不要硬扛，要保湿。其实我们油爱出油的姐妹们，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缺水，它说到根本其实跟我们缺水也是有
关系的，还是缺水。所以用完这些东西，你一定后续要给皮肤做一个保湿。那这个保湿哈，我这边有2种，就是比较轻薄的一个保湿，就适合油性姐妹们。那一个是 PM 乳哈，它就更适合秋冬季节，或者是更适合你扒完皮后去用。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神经酰胺的成分。那神经酰胺是什么？其实神经酰胺就是我们现在皮肤里面冒出来那些油脂里面的成分之一，所以它是我们皮肤自然会产生的东西。那当你去角质过度剥落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你的皮肤就会缺少这样子的一个保护的油脂。那为了让我们皮肤更好的里面更好的生长，不要让它出现这种过度剥落角质的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用完类似的这种角质剥落的产品，都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些神经酰胺成分，里面还有这个烟酰胺的成分，是有一定的轻微的剥落跟可以亮白皮肤的这样的功效。那同时呢，它有一定的抑制炎症的这样子的功效，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皮肤过度剥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激发一些皮肤的这种炎症发红啊、刺痛啊。神经酰胺跟烟酰胺都可以帮我们去舒缓这些状态。但是如果你是属于特别油的这种皮肤，那我建议你你就在剥皮的扒皮的过程中，你皮肤很厚实又不怕过度剥落的话，而且皮肤冒油特别厉害，那当然你就不需要任何的这种外来补充神经酰胺了，因为你的皮肤在冒油的过程中，里面有角鲨烷、有神经酰胺、有尿素、有 D3、B5。这些所谓的修复成分，其实就是我们皮脂里面本身含有的这个成分，你就不需要额外再去补充了。这个只适合比如说你的皮肤出现了一种干痒这种状态呀，然后你剥完之后你怕皮肤缺少这种油脂的保护的这些人可以去尝试这个。那如果你特别油，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尝试这个，这个是 Cetaphil 就斯塔芙家的一个简单的 Daily Hydrating Lotion， 它里面只有玻尿酸的成分，就是它不含有乱七八糟其他的油脂的成分。那这个就是更简单，而且我真心觉得，就是我这一暑假用下来，我真心觉得它的保湿，你别看它里面只有一个玻尿酸而且是属于这种非常稀的这种，看大家对比一下吧，这个底下就是这个 PM 乳相对来讲流动性还差一些，这个的流动性你看这个更薄。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油很怕油的话，斯塔芙的这个 Daily Hydrating 的 Lotion 这个也非常好用，而且保湿能力超赞。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真心希望咱们每个姑娘都不要再受这种毛孔和痘痘的困扰，咱们就一起手拉手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毛孔问题就是再跟大家念念经碎碎叨一下，就是说它真的很难去达到一个别人天生丽质的这个状态，就是你跟身边这种毛孔细的人，包括我，我是个女生，我跟我老公去比，他的毛孔都比我细致一些，他真的从小什么都不擦，洗脸就一块肥皂搞定，从来没有用过任何的洗浴什么护肤产品，皮肤一样很好。他现在也是40岁左右，也面临着这种衰老了但是天生丽质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后天是怎么样改，很难去超越它的。就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让毛孔清透干净，然后从视觉上真正的能感觉到这个毛孔是在一个平的这个状态。刚才说了如果你的皮肤发炎状态，你就是怎么样看那个毛孔都是大的。如果你是干燥的状态，你怎么样看那个毛孔都是粗粗松松的。所有刚才提到的这些成分，都是我们从外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最主要还是要从内真正的可以做到这种饮食作息养成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是肯定比刚才所有的东西，不是说比刚才了，可能比世界上所有的从外到里去控制你皮肤、去修复你皮肤、去帮你忙的这些成分都要管用。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